跨越迷惘的地界，握紧生死的界限，我望向这黑夜，灵魂不曾被熄灭，挥舞起这份热切，即使终于烟雨裂。花开山海，遇见他来将呼唤，风吹云残命不凡。世外，谁人能明我孤单？一念纵身俯瞰，刀剑出鞘，漫天飞霜，一战天下的信仰。直冲云上，玄武剑气焰四方。踏过风浪，醉舞四方，几乎苍生义无妨。青山之巅，你我共这一世狂。你把柳月和墨神撂在那儿，自己却跑来找我躲闲。哎，我要是不找你，你又怎么会知道百里东君那小子去了玄武楼呢？玄武楼？你说他的运气怎么能这么差呢？哎，小先生，方才有人送来了一封信。还跟白小棠买消息了？对啊，花了我好大一笔银子呢。真有钱。那边说了，这封信还得加钱。那看来这是了不得的消息啊！要通知停止大考吗？来不及了，去找百里东君。百里东君，你们刚才就应该别管我，直接跑啊！浪费了我这招声东击西。既然逃不了，那就打吧。4个打1个，还怕我们拳头不够硬吗？你跟他对一拳，就知道你的拳头硬不硬了。虽说我刚踏入江湖不久，但我还是看得出来的。此人为逍遥天境，咱们几个金刚凡境，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。你错了。哪儿错了？我不是金刚凡境。我是自在地境。那你还来办什么事啊？谁说我是来办事的？我师尊吕素贞乃是世上行走的真仙，可不比李先生差。我是奉命来此，历练一番的。东君啊，怎么了？我也是自在地境。我才是那个丑角。不打了，你们4个走吧。
为何忽然放了我们？刚才你们有机会抛下那个用剑的小子独自逃跑，却没有那样做，我觉得很满意。所谓学堂的考核，不过是一个我满意。若要你们真的打过我，才能算作通过，那还办什么师？你们自己就可以当老师了。你们以后也需记住这一课，不管何时，都不能放弃自己的同伴。鼎之记下了，玉甲也记下了。玉甲，真是个烂名字。都说了让你小心点。前辈教训的是。哎呀，再多赠你们一句话吧，只靠你们自己的锦囊，是无法找到你们想要的东西的。所以，你们还得去找其他几队人，只有集齐4个锦囊，方能得到真正的答案。晚去不如早去。走吧。多谢前辈。谢了啊，还知道救我。今年这些年轻人还真是不错。你还好吧？不太好，我体内的真气在四处乱窜。刚才那个怪人，该不会是以为我真要把那个巨剑给劈了，所以用了狠力。我得马上调息一下。我来帮你运气，很快。你需要多久？少说得小半个时辰。他这伤必须现在就治，不然我们一会儿遇到诸葛云，我们少一人也不好对付。我为你们护法。没想到你会的可真多呀！那是因为死过很多次。这先疗伤吧。真好啊！什么真好？年轻而绝世的少年，齐聚于这座集世间繁华于一处的城池，并肩作战，在屋檐之下对坐疗伤。这本就是一件让人觉得很好的事。如果你们不出现的话，今日这里应该只有1队人来才对。我们探得一些消息，有人伪造身份混入了学堂大考。不错，有个年轻人是吕素贞座下大弟子王一行，不是什么赵玉甲。不过以吕先生和李先生的关系，此事李先生早已知晓，不必大惊小怪。不是什么赵玉甲，还有其他人，只是没想到我们来晚了一步，他们走了。小先生，我们在一条小巷中发现一个小队，队内的4名考生全都死了。全都死了？那个诸葛云呢？诸葛云死了吗？是的。诸葛云死了的话，咱俩猜错了？白小棠的消息向来很准，我们去看看。诸葛云，是诸葛家的人吗？我随你们去。其中3名考生死状惨烈，刚来这里的时候几乎没法看。我们已经派人去信，告知他们家人。
这是个什么样的变态？这些考生跟他有什么冤仇？为什么要手杀无辜之人呢？诸葛云死的比较特别，尸身上也没有那么多伤。这边。死了。我知道了，这个凶手肯定对诸葛家是有独特的情感，不然这个诸葛云死的也不会比别人漂亮那么多。现在不是说这些废话的时候，快派仵作过来验尸。这个就是你们说的诸葛云吗？他不是诸葛云，而且他不会武功。替死鬼。这个诸葛家的人，你们就一直没有看穿吗？没有。虽然学堂对他的身份有所怀疑，但他所使的武功确实是奇门遁甲。我想，我猜到他是谁了。只是，如果是他，那么事情可就麻烦了。有意思。不过我们来不来，不是你能管得了的。果然是仵作学，而且惊人，仵作双尊都来了。诸葛云？不对，你周身的内力波动，不是诸葛云这样一个年轻人能拥有的。你到底是谁？这你便无需管了。我们的目标也不是你。你先替他疗伤。现在，交给我。好。无名小辈，就不要在老夫面前放肆了吧。无名小辈。这是一成一败，谓之一劫。自此天地以前，则有无量劫矣。此乃无量剑法。你不是赵玉甲，只许你不是诸葛云，不许我不是赵玉甲。没错，我不是赵玉甲，我乃望城山吕素贞座下首席大弟子王一行。你未来的弟子正在面临强敌，生死关头，你却在这儿喝酒，打瞌睡。首先这是天启城啊，一个武者贱如狗，高手遍地走的天启城。要说敌人有多强嘛，也不算强，因为最强的人是我，我才是天下第一。这道考怎么这么久啊？我都累了。他们遇到的敌人，不是普通的敌人。哎呀，哪有什么普通不普通啊？敌人就分成两种，一种呢，他要杀你；一种你要杀他。遇到你要杀的人，那就磨剑10年，殊死一击；遇到他要杀你的，那就不管怎么样，能活着就好。方才若风送来的消息，
你猜到那些人是谁了吗？天外之天，方外之地，也是一个曾经的王朝最后的退守之地。那个王朝，国主信奉圣天教，乃是个教国一体的王朝。当年我见过他们国主，他身边有5个武功极强的侍从，分别叫无法无天、无相无作。放到如今，每一个都算得上是绝世高手。你方才说有5个侍从，为何只说了4个名字？是啊，那是什么原因呢？果然，有你这个双瞳老儿在，就没什么好事。诸葛云，等着！之前你为何不告诉我，此次来的是无作使？多了很多胜算，难道不好吗？如今无作双尊合体，他们哪里还有命在？假装为我所伤，先静观其变。临、兵、斗、者、剑、智、力、潜、行。9字真言，有趣。出！这是不动明王功。运功时成金刚怒目相，鬼神皆畏惧，是为不动明王。此功已爆发出自己身体里所有的能量，秘境杀人，是世间最蛮横霸道，却也是最伤人伤己的武功。你竟真的能变不动明王？我不信。那就打动你信。真有能耐。好了，叶鼎之，快收工吧。这么大动作，学堂应该也能察觉了，留些余力等他们的人来。收工。不好，他要走火入魔了。看来你这不动明王功就练成了一半啊！那就莫怪老夫诛灭你这小神了。当着我的面敢动我的人！不过是受了点小伤，就容你这么放肆？等了这么久，也该轮到我这个主角登场了。这是秋水时至，百川贯河，清流之大，料死主压之间，不变牛马。好，很好。谁梦想所生，一去无心。听燕朝血泪，何惧刀剑血？
只盼星光梦前，我就不剩一人执念，不退还。谁问萧瑟师父，你所说的大道我还没有找到，但我只能沿着你的路再走上这一段。只盼星光梦前，不就生死相许，不管世界变幻。谁说年少狂？不知天外有天，只望命运知，只要四海看见。谁说江湖险？心若浮躁苍寒，我就不剩一人执念，不退还。谁的悲剧只手遮天？谁的月色不语人生？就在前方荆棘喜欢，我在龙潭一世深情。原来这就是西楚剑舞。楚少年。我们会再见面的。为什么？我刚刚感觉到他回来了。他没回来，他已经死了。我知道。你不知道。他当时没死，在乾东城里面待了10几年。他是死在了几个月前，死前留下一个弟子。你刚才感受到的就是这名弟子的剑意。尘嚣不见，剑意永存，也算是慰藉吧。那他的那个弟子会来这里吗？兴许吧，谁知道呢？哎呀，或许他早就忘记你这个天启教坊32阁的主人了，又或许每次午夜梦回时，他都在呼唤你的名字。烦死了！怎么追也追不上。这家伙故意带我们绕了一圈。他是在替他们争取时间啊！这家伙还有同伙？哎，是柳月，他为什么突然召我们回去啊？只有一种可能，那就是师傅他准备接管这场考试。如何？你为何会受如此重的伤？学堂的人明明我已经拖住了呀。那3人出乎意料的厉害，其中一个来自望城山，会无量剑法；另一个竟会不动明王功。百里东君更是使出了西楚剑歌，再加上小姐不知为何迟迟不对百里东君出手。小姐。
带不回百里东军，我们怎么交代呀？无碍，吴相氏还有后手。哥哥，有人。还回头呢？这里呢？学堂李先生，很好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还记得我。那么，就无需多说了。等一下，我们此次行程与先生并无关系，先生为何对我们下手啊？哎，你知道我为何叫李先生吗？因为我是学堂祭酒，你们动了学堂大考，还怪我为何要对你们动手，是不是很可笑啊？走一个死一个吧。学堂李先生口气果然很大。就是你了，你一直在挑衅我，不杀你，好像说不过去啊。那就来。尸体不许带走，听好了。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去找其他队，去抢他们的锦囊？刚才诸葛云跑太快了，我都忘了抢了。没关系，我拿到了。你居然神不知鬼不觉地拿到了，真不愧是楚老千的行家。会不会说话？不对呀，一个队不是应该只有一个锦囊吗？怎么诸葛云他们有3个？他根本就不是诸葛云，那些锦囊必然也是从其他队里抢过来的。而那些考生恐怕凶多吉少了。好了，现在抢那么多也没用了，至少我们很辛苦的活了下来，不是吗？姑娘方才若是不告诉我们，不作声的拿着锦囊就跑，说不定李先生最后一名弟子就是你了。不如我们先看看锦囊里的内容吧。是一首诗：天不出朱雀离泣，君不见玄武临事。风中现，白虎睥睨。月不落，待谁而起？苍龙、白虎、朱雀玄武，天之四灵以争四方。王者至，宫阙殿阁取法验。这首诗既然以四兽为题，那答案便应从四兽中找。苍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，如今有其3。那苍龙呢？我知道了，答案就在苍龙。月不落，待谁而起？我们要去的是龙起之地。龙起之地？青龙门啊！天启城有4座城门，镇守四方，而青龙门就在皇宫之外。只不过，青龙门有2条路，我们该走哪一条啊？青龙之门，左生右死。小姐，引百里东军往右。快走！百里东军！你们刚才就应该别管我，直接跑啊！往左。你们往左。我往右走，分散开来会好一些。怎么能让一个姑娘走一条路呢？我往右吧。不如我们……不可。为何？方才那些人，不知是什么来路，难免会在路上设下伏击。你们都受了伤，我伤势较轻。我往右走吧。姑娘和东军往左吧，我和一鼎之往右。放心吧，即便是这种情况下，能打过我们联手的人，也屈指可数。确实如此。这样，
也好。走吧。走了。我们也快走吧，天快亮了。不是，这为什么不能一起走啊？野罗侠有问题。我怀疑他有。学堂大考之前，我曾在蓬莱阁与他有过一面之缘。当时，他可不是这身装束。不过，他最后应该选择站在了我们这边。哎，灵芝，你既然知道左边是生路，为何还要往右边走？你猜，等右边的人发现不对，来不来得及赶到左边呀？我可不敢赌。那野罗侠呢？他往这边不也一样？他背叛了他的组织，等待他的，或许只有死路一条。看不出来啊，叶兄弟，还挺怜香惜玉。过奖了。人帅心善。见不得救了我们一命的人枉死而已。哎，对了，你是吕素贞的徒弟，那你为何要参加学堂大考呢？受人所托。你呢？不动明王宫，你是羽生魔的徒弟，怎么不满足于男爵第一，来拜天下第一？没有，想来看看卧虎藏龙的天气，顺便瞻仰瞻仰李先生。与其说是卧虎藏龙，不如说是吃人不吐骨头，你说是不是啊？此去青龙门正常需要多久？半个时辰。那便拖上他半个时辰好了。也不知道是他们先到还是我们先到，这到时候收徒怎么算啊？总不能再打一架吧？百里东君，我们到那儿还要多久？半个时辰吧。太慢了，再这样下去，你可就要辜负你的兄弟为你敷衍的一番好意了。不如谁先到，就谁拜师吧。你这也太赖皮了吧！论轻功，我还没输过呢。你如何了？不动明王反噬了。再次使用内力的时间间隔太少。你方才内力耗尽过，不过我们交手时，筋脉并未损伤。能达到如此经脉强度的，你也是天生五脉。什么东西啊？他说你是天生五脉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不如你跟我回去吧。王兄，你们是谁啊？
起来好面熟。我们不好意思，这是我主人的家仆，从府里叛逃出来，我这就带他们回去。世间哪有穿成这样的家奴，又哪有武功如此高强的管家？姑娘，我劝你不要多问。你累了，休息一下吧。你走吧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你走吧。如果你坚持要救他，我会杀了你。哦，那就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这个徽记，你是有宗的人。这是哪里？王府。走，或者死。师兄果然厉害，他竟然被你吓跑了。不。他很强，我也未必能打赢。他忌惮的是你的身份。师妹，这次你救下的，怕是2个大麻烦。我乐意。师兄，你可千万别跟我说出去了。好。哎呀，到了没啊？师傅，师傅，到了。当年我这些徒弟拜师的时候，个个白衣如雪，风度翩翩的。你看看你们俩，真是差远了。当年他们拜师的时候，又没有人追着要杀他们。哎，你们2人一起来，谁要拜师啊？弟子尹落霞，此次大考全靠其他3人庇护，走到这里已是幸运，不敢求学堂收入。尹姑娘，百里东君，我就送你到此了，告辞。姑娘是否愿意拜我为师？哦，敢问公子收我的理由？因为你长得好看，且很机敏。而我的武功只教于我有眼缘的人。为何？我的武功掌握在我的手里，所以我说了算。这个理由如何？更何况，姑娘的行事作风颇合我眼缘，想收就收了。可我这多好啊，尹姑娘。不是吧，不是吧，六月，你还真要收徒啊？师兄，我都还没有收徒呢。按照辈分来说，应该是我先收才对吧？你想收就收，但大嫂应该会把你埋进剑冢里吧？你若不愿意，那就罢了。不，我不是不愿意。承蒙公子厚爱，落霞感激不尽。只是左右现在带不走百里东君，不如进入学堂之中，日后再行筹谋。柳月公子，对不住。弟子拜见师父。
哎呀，拜个师有那么麻烦吗？哎，小子，你呢？我？我先不拜，我等人呢。等人？王一行是吕素贞的弟子，他不会拜在我门下的。我知道，但还有叶鼎之呢，他一定马上就会来的。哎，这我倒听很多人提过这个名字，叶鼎之，叶鼎之，听起来挺强的啊。比我强。那如果他来了，我选了他，你怎么办？那能怎么办啊？虽然免不了被嘲笑一番，我也只能骑着我的马，回我的乾东城喽。你先来的，我给你一个机会。你觉得，如果你们两个同时在我面前，我应该选谁？你应该两个都选。为何？因为我们两个都很优秀啊，错过谁你都会觉得很可惜的。嘿嘿，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，这世上只有别人因为错过了我而觉得可惜，从来没有我因为错过任何人而可惜。初选那日，我酿了一壶酒，啊，而叶鼎之呢，烤了一只羊腿。所以呢？你怎么这么笨啊？一口酒，一口肉，难道这不是天下间第一等的快事？是啊，这的确是天下第一等快事啊！我是那酒，叶鼎之便是那肉，我们两个在一起，便是你今日最大的收获。哎呀，嘿嘿，你说的有道理。好，我陪你等。哎呀，我怎么觉得你琢磨多言的名头，很快就被百里东军抢走了？百里东军，你为何想要拜我为师啊？我得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。都已经要拜师了，你到现在才在想这个问题啊？我小的时候跟人有过一个约定，说我们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，但现在似乎除了学堂，也没人可以让我的爷爷和父亲低头。而且萧若风他们也劝我，让我拜你为师，说你是天下第一，多么多么的厉害，多么多么的传奇。所以啊，在我来到学堂之前，就认为自己已经是那个关门弟子了，才不是来参加什么天杀的考试的。不过，此时此刻如果问我，想不想成为你的徒弟，我想，我应当是想的。虽然你依然不了解我，我有过一个师父了。他是我见过这世间最绝世的人。他临死前告诉我，希望我酿一壶桃花月落，挂在天启城最高的地方。他还跟我说，这世间除了李先生，没有比他更强的剑客。所以，如果我此生再拜第二个师父的话，那这个人，他只能是李先生，才不会堕了我师父的名头。看来不是我选了你，而是你选了我。哼，没错。你选了我不亏的。怎么了？因为迟早有一天，我会名扬天下。怎么样才算是名扬天下呢？你爷爷、你爹那种够不够格？不够。北篱八公子够了吧？也不够。还不够啊？怎么才算够呢？我这样的呢？够了。你说对了。一会儿不管那个叶鼎之来了，我满不满意，你这个弟子我先收下了。好。好弟子。就。好喝，好酒，好弟子。
春泥，只听枝桠攘攘嬉戏，在风下懒懒。